与谏臣相对的是贡禹、匡衡这些以学事主的大臣，他们不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进行攻击，而是从根本上入手，用儒家经典的大经大法，比如节俭、正家、尽忠、远令等，来持续涵养熏陶君主，旨在正本清源。这种方式看似迂缓，但能保其大纲而不乱，维持国家的整体稳定。接下来，王夫之举了一个核弹级的例子，他把孔子搬了出来，说像孔子那样的圣人，在告诫懦弱的鲁哀公时，也只用人道和政治的根本原则来规劝，而不屑于具体去预作防范，比如奔月之类的祸事。这难道是孔子不通达时事变化吗？不是，是因为道预先确立了，祸变自然就会消弭。这里提到的奔月之祸，是指鲁哀公时期鲁国的国政被季孙氏、叔孙氏、孟孙氏三家权臣把持，这三家权臣都出自鲁桓公，史称三桓，军权旁落。鲁哀公不甘心做傀儡，曾试图借助外力铲除三桓，但最终失败。由于恐惧被三桓加害，他于在位的第27年，即公元前468年逃亡到诸国，后又辗转流亡到越国寻求庇护，并最终死在那里。这就是鲁哀公奔越的故事。孔子在辅佐鲁哀公时，未必不能看到君权衰微，必有与权臣之斗的未来，但是孔子却只讲人道正本之大端，而不屑于具体的教鲁哀公如何权谋，如何应对三桓，以及预防未来的奔月之祸。在孔子看来，为君之道的根本在于修德与行仁政，只要这个根本稳固了，像三桓专政这类具体问题自然会消解。如果舍本逐末，只教君主权术斗争，铲除了三桓，还会有别的权臣崛起，或者君主还会被其他权术祸害，可谓是防不胜防。在君子的眼里，道永远比术高级。所以自孔子以降，历史上的儒家圣贤在辅佐君主时，大多都讲道不讲术。儒家的学说里可以说很少有帝王术，同样也讲道的道家学说，其中既有对无为之道的尊崇，也有帝王术和阴谋论。儒道对立了数千年，两家的恩怨情仇不可胜数。说到底，也许是两家的三观不同。比如儒家把名和节看得比生命还重，但是道家却不以为然。具体到汉元帝的问题，王夫之又说，匡衡不是说过吗？亲近忠正，远离邪佞。见识短浅的人要警惕受到蒙蔽，仁爱温良的人要警惕优柔寡断。这些话其实已完全点出了元帝的所有短处，致使他们不采用交往过正的激烈言论，以防止导致元帝进行残酷的打击报复罢了。对于可以小喻的君主，用含蓄精微的语言就能让他明白；对于不可小喻的君主，就算你痛哭流涕的去争辩，他也终究不会明白。因此，君子的言论既有根本，又切中要害，并且不违背基本的常道。对于补偏救弊的权术手段，贡禹和匡衡是有所不取的。这难道不正是在践行君子之道吗？在这一段论述中，王夫之提到了人的本性之难改变，可劝的人三言两语他就明白了，不可劝的人把一整部《论语》讲给他也白搭，因为人的秉性难以改变。他在这里还提到了一点，特别值得那些总喜欢给别人提意见建议的人记到心里面，就是这句特不为交往之论，导之至机耳。值得刻写在心里的两个字是至机。至机一般和狼视连用，形容凶狠的残害人。鹰、雕和恶狼、猛禽和恶兽出现在一起，就应该能足够引起你的注意。你不要觉得那些优柔寡断、温良仁爱的人好像很没有主见，似乎很好拿捏。但是假如你一旦交往过正了，你敢想象这些优柔寡断的人一旦决断起来有多么可怕吗？当他们长期的、隐性的、潜在的压抑、犹豫和焦虑冲破临界点，其释放的能量很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，表现为过度补偿的暴烈和不容置疑。
就像雉鸡、狼视一样凶残呐、当一个人在你的劝谏下表现为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你就应该警惕被他雉鸡报复了。专门挑别人的刺儿，指出别人缺点的这种好人特别难做，却极其容易被灭。爱是欣赏，不是改造。学生能感受到老师的爱，才可能认真跟他学习。整天净挑自己刺儿的老师，学生不可能喜欢。师生之间如此，同事、朋友、家人、亲戚之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所以，王夫之总结的君子之道在于以大常教育人，而不屑于通过补偏就弊的诡计权术去标新立异。当一个人在常规常理方面都做不好时，那他出乱子是必然的。这也是周易蒙卦的卦象里说蒙以养正，胜功也的原因所在。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随令不从。养一身正气，胜过修万千短板，强过补无数缺点。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忠告。到这里，那个烦人的问题显然是可以肯定的回答了。焦干肯定是一位好老师，他以君子之道教经房，而经房也无愧于一位真正的君子，无愧于焦干对他的教诲。但是焦干的那句“得我道以往身者，必经生也”，到底说对了吗？经房最终死于非命的悲剧，到底是不是因为得了焦干的道导致的呢？当我们在接下来的视频里一步步的拨开这个谜底的答案时，你会更加敬佩焦干的品德，也会更深刻的理解焦干心中那份沉重的痛。焦干的话题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。接下来就是经房在33岁时开始入朝为官的仕途生涯了。然而33岁的经房因为没有做一件他这个年龄本该去做的事，却让他因此而走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是什么事呢？且看下回揭晓。再见。